本次游戏失败，真凶就是科班出身。我是他的 X。我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，我说的那些故事都是从他的日记本以及现场的情况得知的，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假扮他。我叫朋友，今年23岁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导演。在福利院长大的我，早早地明白了一个生存道理：懂事乖巧，要有求必应，大家才愿意和我做朋友。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慢慢对这样的关系产生了困惑。2020年1月，我在推小吧论坛上认识了金圈公主，她活泼健谈，很快我们俩的聊天主题就从学业延伸到了生活。我把自己的论坛 ID 改成了金朋友。除了金圈公主以外，我在论坛上还认识了推好，他是个自卑的人，所以我一直鼓励他相信自己。7月，我收到了推艺导演系的录取通知书，我离我的梦想就要更进一步了。8月15日，金圈公主告诉我她也考上了推艺，还拿到了驾照。她兴高采烈地约我傍晚见面，说要开车带我去铁布山兜风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见到我的好朋友了。8月15日晚上6点50，我带着推艺的宣传单到了铁布山，见到了金圈公主。可没想到，她开车带我兜风时发生了意外，从黑暗的树林里窜出来了一个人影。金没控制好速度，那个人径直被车撞下山崖，我们的车也因此失控，冲出栏杆，挂在悬崖边上。金迅速跳窗自救，就在我向他求救的时候，车翻下了山崖，车体帮我承受了一部分坠崖的冲击力，我忍着剧痛从车里爬出来。幸运的是，附近有一家工厂，3楼还亮着灯，应该是有人在加班。我想去那里找人打电话求救，却在刚爬到工厂楼下时就昏了过去。等我再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行军床上，一个少年守在床边。他说我昏迷了整整1晚，是他在工厂外救下了我。现在我的脸和声带受了重伤，需要休养。因为没办法说话，我拿出随身的素材本，向他画画写字提问。他说他叫阿乖，因为他的爸爸非常严苛，不准他收留外人，所以他把我偷偷藏在秘密基地里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和阿乖慢慢成为了朋友。我也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告诉了他。9月17日，我莫名睡了过去，醒来时我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，手上还多了个手环。我的面前站着一个面目严肃的中年男人，他凶狠地说：你怎么浑身是伤的昏迷在房间门口，把自己搞成这个鬼样子？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看来他就是阿乖的爸爸，还把我误会成了阿乖。只是现在的我发不出声音，浑身无力，只能笨拙地比划着手势向他解释。可他直接把我关在了这里，完全无视了我。第2天，阿乖爸爸为我进行了手术，因为手术恢复的止痛药剂，我经常昏睡。阿乖爸爸也不常来，有时还会给我打针。他一出现，我就会向他解释我是朋友，是一个考上了推艺的高中毕业生。可阿乖爸爸却当我是在胡言乱语，还说我是为了不打针，编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找借口让我闭嘴。既然跟阿乖爸爸完全讲不通，那我只能找机会自己逃跑。慢慢的，我的身体也痊愈了。拆开绷带后，我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阿乖的样子。所以阿乖爸爸是把我当成了不小心毁容的阿乖，还给我修复了容貌。我突然就明白了，当时阿乖救我根本就不是出于好意，而是为了让我代替他留在这个牢笼。我把他当成朋友，他却利用我，为了他的自由牺牲了我的人生。我一定要来复仇。我把这句话写下来，时刻提醒着自己。昨天我为了找东西，无意中把床板抬了起来，没想到床竟然能变成梯子，而梯子正通往我最初醒来的秘密基地。为了不被阿乖爸爸发现，我赶紧把床和天花板恢复原样。在秘密基地，我找到一台阿乖的笔记本电脑，用电脑登录推小吧论坛之后，我才发现今天是2025年4月22日。我在秘密基地的墙上找到了一个洞，看来阿乖当年就是从这里逃走的。从洞里爬下来就是电梯，爬出来之后，我用原本的海报遮住了洞口，然后坐电梯到了1楼。工厂已经跟我记忆中完全不一样了，看上去要举办一个盛大的活动。我身上穿着病号服，实在明显。为了隐藏踪迹，我趁没人的时候去偷了套衣服，把换下来的病号服藏在了储物柜里。我还遇到了一个人，打听后我才知道这里就是铁布山脚，附近开了一家影视公司，旁边还搭建了一个魔鬼训练营。
9点30，我看到了一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人也来到了这里，他就是阿乖。看着那张脸，多年压抑的仇恨在此刻爆发，5年的囚禁拜他所赐。我要抢走他的一切，杀了他，替换他。为了找机会接近阿乖，我暗中跟踪他，发现他被推白衣掌握了秘密，还用这里的废弃库房布置了机关杀人。12点10分，阿乖来工厂红毯区附近，我趁他不备把他打晕，拖到了1楼电梯的废墟洞。在阿乖随身的包里有一本事无巨细的日记，我知道了他在2020年逃走后发生的所有事。他在推万能黑市买了身份和退役录取通知书，伪装自己是孤儿，入学退役，是表演系的学生。不仅在学校里谈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，拿了退役之星，成为了退役优秀毕业生，还成为了一名演员。我把身上的群演衣服给他穿上，并换上了他的衣服。没想到阿乖突然醒来，我手上的电子手环被他扯断。我拿起废墟里的钢筋刺死了阿乖，毁掉了他的脸。在铁桶里烧了随身带的素材本和阿乖的包后，我把进入废墟洞的路用碎石掩盖好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阿乖的尸体，万无一失。12点20，我装作阿乖，在科班出身的化妆桌上，我看到他们12点30要集合，我把戒指摘了下来，简单化了一下妆，就匆匆赶去集合。我心想着，我看到阿乖杀了人，但我必须隐藏好自己，见招拆招，这样才能干干净净地开始新的人生。这是我的戒指印，他已经长得跟我一样了，是我对不起他。我的人生快结束了，不能再害他一次，不能让他被发现。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，对不起。我真的对你们很无语，为什么要这样搞我？完了，我刚舔了一下，我现在它这个粘在上面了。可以拿手掰了吗？Yes。就进一个就把它选了吧。而且其实我觉得，要是换别人的话，我可能不会选。但是这个人我有一点害怕。因为比较忌惮，所以我觉得还是选的比较稳妥。也想看看他玩 X 会是一个什么状态。我这一期没有选 X， 是因为首先只有一个推探，我就不想给一个推探压力，因为我当过一次一个人的推探，我觉得还挺有压力的，说实话。第二呢，我是想说，想自己试试看，就是有没有办法可以成功的把这个结局给扭转，让大家就相信我不是凶手。